这趟来工地修个网桥故障，我朋友之前安装了一对网桥，用来传输监控，当时觉得效果挺好，后面又增加了一对网桥，用来传输网络，但他发现第二对网桥传输网络就非常的卡到有时候连 IP 地址都获取不到。开始他还以为是哪里接了环路，但排查了半天，确实没有任何环路的可能性。那时候他就以为是第二对网桥不行，但他换了一对新的网桥，也是这种情况。后面他就发现，只要拔了监控的网桥，网络就不卡了，这就让他比较纳闷了。两者理论上是不会相互影响的，既然有影响，那优先断开的应该是监控才对。为了搞清楚原因，于是就把我喊了过来。这边是主网络，这个监控的，就是只要它这两个同时上去之后，监控的肯定会有，但是那边网络就经常会断。网络会简单，监控肯定是有。这一个是给给那边网络用的，网络用的，这个是个监控后面的。他这边传了几个监控？全部吗？10个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就是说这个里面还有20个萤石的摄像头，还有那个20个萤石摄像头，20个萤石的摄像头，还有那个4间房的那个16个那个 AP 的面板，16个 AP 面板 AP 嘛。网桥，对，2个网桥，1个光猫，1个硬盘录像机。那肯定带不动啊，光猫带不动。不是光猫带不动，是那边它是直接就没网，直接就没网。对，当时我觉得也有光猫带这么多设备，没网是很正常的一件事。当时他和我说，只要把监控的网线给拔了，那边的网络就都恢复了正常。为了验证此事，我就跟随他去那边看了看。不过我是想不到，这些 AP 不是装在办公室，而是装在了样板间。那个路由器，对，这个都是一条线直接到下面那个交换机的，直接到那网墙那里的。对，那我就测一下它。我是用这个测速的了。你这个测速，现在能测出多少？测不出来吧？我先看一下吧，能不能上网还是一回事喽。可以啊。可以上网。只要把那个监控的拔掉，它就可以上。确实跑满了。这里我得说下，他们只办了100兆的宽带，所以现在测速宽带是跑满的状态。只要把那个监控人一上去，这边连 IP 地址都获取不到。我这边试一下，拼个外网试一下。当时我还是怀疑是他们网桥存在问题，所以我就长拼外网看下波动。如果出现大量的延迟或者丢包的话，那么就可以判断是网桥不稳定的原因，和监控网桥没有多大的关系。趁着拼外网空隙，我就看了下他们样板间，每个房间都安装了个 AP， 一般过来看房的也不会刻意去连接 WiFi， 所以一对网桥带10几个 AP 压力也不大。现在我们再回来看下拼的数据，拼的延迟和波动倒是正常的，也没有看到丢包的情况。这边我就坑脆掐西停止了拼，我们可以看到252个包一个都没有丢，就连延迟波动也是正常的。这边我再测了一下网速，宽带仍旧是可以跑满的，而且另一个外网拼的波动也是正常的，看来这对网桥没有任何问题。我就按照他说的回去把监控网桥给接了回去，看一下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那边网络。看来他说的是真的，360拼通了3个包就彻底断了，右边的百度1个包都没有拼通，看来监控确实在影响网络。我回去看了他画的拓扑图，这个交换机接了1个路由器、2对网桥以及1台录像机，然后这2对网桥另一头分别接着2个不同的交换机。我是觉得这2个交换机肯定有一条线接在一起了，只不过他没有查出来而已，索性我就过去排查了下。打开这箱子，我看到网桥接到了这 PoE 交换机上，我正打算看下网线的时候，
发现3号口居然不亮，我也不知道这条线是干嘛的，但是看灯的情况，这边应该是没有环路，所以我就去另一个交换机再找线索了。来到另一个箱子，我朋友说这白色交换机就负责4个房间的，这样看来确实也没有环路的可能性。接着我又打开了箱子，检查一下里面的交换机，上面6条线确实没有哪条是和网络交换机接在一起的，不过倒是有一条线突然脱落了，想必这条线应该是对应之前交换机的3号口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确实没有看到哪里出了问题。当时我就让我朋友带我去网桥那头，看看那边能不能找到什么问题。昨天我把它移过来，我线都还没绑了，还没固定了。网桥之前不是装在这里的，而是和监控网桥装在了一起。他怀疑有干扰，所以才临时把网桥挪了过来。当时我用电脑接上网桥，进了后台看了一下数据，信号强度是没问题的，但接收速率只有1兆。当时我问了厂家，厂家说这属于正常的，但打电话过去让他接监控网桥，这边的网络就必定断开。厂家也解释不清楚是什么原因，我以为这下无解了，但到我后面看到有些监控不动了，才发现了一些端倪。喂，现在全部不动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这边都不动啥，都断了。估计连我朋友都没有发现这边的网桥出现断开的情况，虽说没一会都恢复了过来，但它个别的画面还是会断开。那时候我就觉得，既然监控能影响网络，那么网络肯定也会影响监控，于是我就把网络给拔了。但尽管拔了，监控反而断开更多了，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。当时我就随便拼了个摄像头，发现这延迟不是一般的高。我转眼看了下监控，画面虽说都恢复了，但这延迟肯定不对了。当时我就断开交换机的网线，我电脑直接接到网桥上，看看跳过交换机摄像头的延迟是否正常。大伙看吧，跳过了交换机摄像头的延迟就都正常了。接着我又把网桥接回了交换机，拼的延迟就马上上来了。这下网络故障没有找到，却意外发现了监控的故障。当时我怀疑这延迟和录像机有关系，索性就拔了录像机的网线试了下。大伙看吧，拔了录像机，拼的延迟又恢复正常了。看来这对网桥有问题了。后面不管重启还是重新配置，监控的延迟都非常的大。当时我们认为是网桥带不动这么多摄像头，那时候为了校验一下，就把监控的网桥彻底断电了，然后再去另头把网络交换机和监控交换机接在一起，让一对网桥同时传出监控和网络，看下这样会不会出现高延迟的情况。但结果让我们出乎意外，舍弃了那对网桥，监控和网络反而就正常了。10个画面一点延迟不说，就连让晚间所有的网络都正常了过来，撤下网速也能跑满，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把问题给解决了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，但目前能确定的是，只要那对网桥一通用电，旁边的网桥一定会受影响。后面有意思的是，我朋友不放心只用一对网桥来传输，他又专门跑去那边换了一对新的网桥，但是换了以后那故障又出现了，他不得不像我这样又把网桥给接了回去。这种故障真是可遇不可求，我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原理，只能把这种故障分享出来给大伙一个参考。